好，这几天呢，基本上美日峰会，现在中俄呢好像在东海这边有些动作。来看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他们的护卫舰在日本海演习，那过程期间有摧毁假想敌的直升机，还有军舰。日本这边当然严阵以待啦，而且呢，他们也公布了解放军其实也来了，说东部战区呢有2艘的海军还有电子侦察船，也有经过他们的宫古海峡进到了东海里面。那目前呢，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他们现在也把战俘呢送过去日本这边，日本这里也成立了什么？他们成立了第7反舰导弹联队。好，这个呢过往没有的，现在为什么？因为就是太多船会在他们这边进进出出，所以他们也乐于接受，在这边设置了陆基的、岸基的反舰导弹。那当然，针对的就是解放军，你们这边一直走来走去，他们要有所准备嘛。结果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 B-52，好像是在练军是吗？直接开到了中国家门口，而且呢，这一飞了21000多公里，33小时不落地，感觉是来秀肌肉，而且呢，也是来给大家施加压力。那到底飞过来，你想要了解些什么东西呢？除了在东海这边有动作之外，南海这边，因为这次有美日菲还有菲律宾嘛，南海这边冲突大家也在看。好，这一次呢是哪里？这一次是后藤礁这边呢，他们的海警就直接讲了，说在大陆他们把海警队、海警船开来后藤礁这边，那当然我们的渔船看到就会紧张啊，直接看画面，画面当中其实就是大船跟小船之间，他们就说了，我们是渔船啊，他们是海警船啊，所以我们这些渔民看到就会很紧张。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赶紧有公务船来到这边来要应对。好，可是这个大陆这边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讲法，双方就是一样，你来我往，每一次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好啦，现在他们连空军都要派出来了。菲律宾就讲啦，如果呢这个美国、日本都来这边帮我站虾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民主联盟。同时，他们要第一次派战机去参加澳洲的军演。这个漆黑军演呢是多国的联合军演，对菲律宾来说，他能够来参加，当然就是希望多一点跟盟友共同练习的机会嘛。同时，也把自己跟他们多多放在一起。拉在一起。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次美日峰会，基本上拜登这边他们来做东，他一定有些话想说。他想说的就是，如果说呢有这个举动的话，我们美菲相互防御条约即将就会启动。什么举动？就是南海这边菲律宾的船只如果受到任何攻击，我们就会启动相互的防御条约。你看，那要如何来定义呢？过往有水炮，刚刚讲的那个后藤礁水炮也有架出来嘛。如果说受到水炮，那你们这边也会把它定义为攻击吗？好，如何来预先的希望能够让两国之间、两个大国之间不会在这里有进一步的冲突？其实大家都在看，他们一直在往前进，什么时候才知道该往前停了？而美说了，美日印澳这一次，印度当然也不会落单。现在呢，印度他们想要买 F-35，美国告诉他说可以买，可是呢，这有点像是你知道，在买包包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强制配款嘛，高低配。你要买 F-35，我告诉你，你要先买一个 F-21。那大家就问，印度他们会吃这一套吗？而日本呢，这一次岸田他来到了美国这边访问，对于他的民调来说，当然他希望也能够救一点个人在国内这边的政绩啦。另一层面可能有点搞砸，但你们看这画面，因为他到了哪里？他到了 Washington 之后，他去 Arlington 公墓做这个相关的祭祀献花圈等等的工作。那在这个 Arlington 这边呢，基本上这个公墓里面的美军很多是2战期间阵亡的军人，所以呢，这样子一个举动，2战期间美日基本上两边是彼此的敌战国啊。对于日本的国内很多国民以及很多的网友无法接受，像有人就说了，安藤文雄这样子去美国就跟他表忠心，那你怎么没有勇气？拜登来的时候，你叫他去拜靖国神社啊，对不对？大家互相嘛，大家对等啊，你来我往，有来有往，这样才能够说我们是站在一起的盟友。回过头，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在东海这一边，美日峰会期间呢，其实中俄这里纷纷有动作。美日的峰会有联合声明啊，
说他们要把这个美日的安保条约拉到最高级，然后指挥官的权力更大，然后官阶更高一点，从3星上将提升到4星上将，再把它拉高，然后还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安保是基于钓鱼岛在内。可是你看，在宣布的当天到今天为止，大陆的海警船就在钓鱼岛的12海里内。美国也不敢做什么呢？宣布完了以后，什么都不敢做。今天已经12号了，他是4月10号宣布的，10号、11、12了，海警船就在，而且中国的军舰就在公国海峡穿梭。日本什么都不敢做，美国也什么都不敢做，所以其实美日的这个联合声明已经第一时间就被中国大陆打脸了，也就是你什么都不敢做嘛。同样的道理，美日飞在南海的声明也一样被打脸，为什么？4月7号，美国又拉了澳大利亚、日本还有菲律宾搞了5艘船，这5艘船坦白说都有点旧啊。然后在沿着菲律宾的巴拉望岛旁边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中国大陆就宣布南部战区同一天连续2天，然后举行这个海空的实弹演练，然后进行战备巡逻。结果美国1天草草就结束了，而中国大陆战备巡逻了2天，美国什么也不敢做。那人家就问菲律宾说：“你要不要启动美日安保？”是，美菲安保。美菲安保。他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要启动啊。”那问题就来了，这个就是美国又被打脸。那当美国以为演了这么一场戏的时候，其实一直是不停的被打脸。其实美国现在在面对的是考验，为什么？因为东南亚的国家还有全世界各国都在看你们政治秀摆拍摆得这么大，但是呢，今天在南海这个部分，中国一寸都不让的情形下，你美国敢跟中国大陆较量吗？看起来你不敢，那你不敢还装的你要敢，那不是很丢脸吗？因为大陆就在那边该赶就赶，该驱逐就驱逐。你美国来的话，我就搞实弹演习，一旦搞实弹演习，你航母就跑得远远的。那你要不你的航母就在实弹演习内，你看看中国大陆敢不敢打嘛？美国又不敢，又溜得远远的，这个就变成一直在丢脸。那这篇报道就让我不理解了，什么封锁中国大陆不能穿过第一岛链，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了。这个媒体到底是什么媒体啊？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了，因为美国很清楚，所以美国已经把战略武器从日本已经迁走了，往后迁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知道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他现在只能退到第2岛链。这个道理很明白，然后到今天还看不懂，我就不太理解这些人是在想什么。B-52战略轰炸机这是老飞机，对，而这一次的测试是极限的测试。极限测试谁呢？测试飞行员，连续飞33小时还能不能作战？成功了。第二个，测试这款老飞机连续这样飞了以后，还性能如何？还是可以用，成功了。这代表这样的一款战机跟飞行员，他们经过这样的一种极限的测试飞行。各位观众朋友，轰炸机要飞30几个小时，那也是体力上、精神上也是非常的这种挑战的啊。那成功了，因为它要经过空中的加油。好，重点在于会不会被发现？如果不会被发现，它的突防能力强的话，那它本身会产生重大的战略的威慑作用。可是如果有被发现，这个战机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是因为这种飞机飞得很慢，只要被发现就会被打下来。好，我们请教一下杨老师怎么样来看？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一连串的在第一岛链做双边、3边或者是小多边的这样子的一个串联。这个小多边呢，英文就叫做 mini lateralism， 不是多边，是小多边。你看美日高峰会、美日菲高峰会、美日韩高峰会，5月26号。那之前让日本加入到美英澳军事联盟的第2支柱，就不帮忙做潜舰，但是呢，共同做国防科技的研发、军事的运用。所以美国很清楚，在第一岛链其实做了一个地缘战略威慑中国的一个布局。那为什么这么做？那当然，因为自己本身在这个区域的军事跟中国大陆解放军比较起来渐趋劣势，所以他要他的这个盟国加这个预算，然后呢做这样子相关的这种共同的演练以及制度上的安排。这很清楚的是一种
就是针对性的，那当然就是针对整个从第一岛链的东海、台海到南海。可是各位，这是美国的设计，可是美国真的敢去打吗？双方都是核武国，而且过去的历史就是，当两个霸权在竞争的时候，最后还是一场军事战争决定一切。当一场真的军事战争，不管是在南海、台海，美中之间交战，这种不是生死之战，因为他们都是核子武器。但是会是个胜负之争。当这个胜负之争出现的时候，如果是解放军中国大陆这边，那世代的这种霸权交替就完成了。就像是西班牙输了无敌舰队，拿破仑打败了这个滑铁卢，英国在第一次大战打输，美国呢？美国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撤军就已经在中东地区失去它的军事影响力了。所以呢，美国不会在这个区域直接跟中国做军事冲突，所以他要这些小朋友，要是一些新的负重、负从，然后呢能够去顶到上面去。可是这些国家跟各位报告，我们叫做双重赛局，它都是因为国内的需求要去抱美国的这种连结，然后希望去支撑它内部的政治的支持度。尹锡悦抱美国大腿唱 American Pie， 最后在国内选举输得一塌糊涂，已经跛脚。岸田文雄最近的民调出来是多少？他的支持率只剩下16.6%，他的不支持率已经高达将近70%。他到美国国会做英语演讲没有效应。然后呢，小马可仕呢？小马可仕最近因为他跟杜特地在吵，小马可仕想要修宪，想要连任，对不对？结果呢，杜特地反对。沙拉杜特地做他的副总统，当初就是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本来沙拉杜特地的机会当中的机会是比较高的，结果呢，小马可仕的民调在明达纳俄菲律宾南部掉了32%，在马尼拉附近掉了21%。各位，我跟各位这个分析就是说，这些小国也都知道，美国自己不愿意要大家往前冲，这个时候呢，美国就要说，自愿性联盟。他是很自愿，但是只是自愿说希望引美国进来支撑我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内部，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是对美国是比较倾向民意的，但是呢，他们也都知道这个往前冲不能冲得太离谱，所以小马可仕这也是讲啊，再怎么样的南海的冲突也不需要去引发美菲的军事联盟。但是拜登，你看，就是说，任何的船只的攻击会引发这个防御条约，这就是什么，在碰风。我跟各位的解释大概是这样子。是，要请教一下东哥怎么看？台湾有个邦交国叫瓜地马拉，从4月1号开始森林大火，他跟国际求救好像没什么人理他，包括台湾平常什么态度讲说我们中美洲坚强的联邦的盟邦怎么样？我觉得很悲哀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是要抱美国大腿嘛。那大家看拜登最近所有的动作，包括在南海，包括跟日本岸田文雄碰面，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是选举的动作了。然后他千拜托万拜托，拜托习近平跟他通个电话，这也都拜托。他们通过6次电话，见过2次面，每一次都是拜登拜托习近平跟他见面，跟他通电话的。没有一次是中国大陆要求说我们跟你通个电话，没有的。那谁求于谁，其实是很清楚的。那最近的这些动作，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为了选举，因为现在情况显示了，大概川普的声势比他好一点大家可以看最近，其实在美国最引起重大注意的就是7个摇摆州，人家川普赢了6个，那你怎么办？你一看就是大江东去了嘛。我觉得拜登他现在在做一个奋力的挣扎，比如说，你看我可以搞定中国大陆，那周遭的这些国家又跟我们一起来对抗中国大陆，他现在是在表现这样，然后要求在所有的战争之外还搞一个晶片晶片要求包括日本你要把台积电也弄过去，我们用晶片来围剿中国大陆除了武力之外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所有这些动作都非常的多了。那这个就是要给他的国内的人看，表示说我有办法搞定，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选举对他不利，所以现在对各国来讲，这就是一个很沉重的一刻，你知道吗？北约想说，如果川普又上来了又撤了，那我们北约没有美国算什么？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
他指定一个部长，说你这半年来你就研究一件事情，如果川普当选以后我们怎么办？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那个不可测，而这不可测是，好像越来越接近了，因为川普要当选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大，所以拜登现在所有这些动作只是害苦了其他这些被他指定的盟国嘛。大家你如果说今天对亚洲来讲，当然最重大就是韩国昨天的大选，你执政党只拿108票啊，300票你一半都没有啊，人家在野的一个单一政党就拿了175票，人家就够半数。那你尹锡悦比台湾还惨啊，对不对？你所有东西你都挥洒不开，人民用选票来否定你的亲美嘛。那你现在亲美，中国大陆你又逆差，所有的坏处都看到了，好处还没有看到，那你这个国家怎么去治理嘛？所以可以看到了一波接一波，其实对拜登并不是有利的。那这个就是到时候整个亚洲的形态又会改变。如果是川普当选，那到时候怎么办？川普只能当1任，不能当2任。那他这一任的话，他商人的话，他要考虑到我要跟中国大陆搞好关系，可能对我整个川普家族的企业是比较有好处。到时候你被人家卖的都不知道。川普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呢？他一直在讲啊，如果他有机会卷土重来的话，他一上任马上就要把这个战争给停了，就是俄乌战争。现在看到了，俄罗斯真的是毛起来打了，一夜之间狂轰82次，主要打的其实都是基础设施，包括了发电厂。基辅的发电厂说全毁了，超过20万人是无电可用的，而且呢，这一次除了火力之外，还有针对的是水力发电，通通依次让你的基础设施通通毁坏。那北约这边呢，也开始有所应对了，说战机紧急起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大规模的飞弹袭击，让他们赶紧的希望说能够来帮忙，也要监测一下局势。眼见着瑞士6月说要办一个和平会议，但先前几次会议都没找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看起来，普京他再一次就任之后，气势不一样了。俄罗斯他们开始讲说，好啊，你们开会啊，我们没参加就毫无意义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过往这一段时间，你常听到俄罗斯战败啊，俄罗斯的什么卡车啊，或是俄罗斯的车队等等都不见了，或者是乌克兰这边又打下了俄罗斯这边的无人机等等等。可是实际状况是什么？这一回这个人说话，可能我们必须要认真一点看待。他是美国的欧洲司令，他这样讲的。他说打了2年多就他的观察，俄罗斯的空军只损失了10%。这跟过往来说好像印象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陆军规模现在呢比俄乌冲突时开始扩大了15%。是不是表示他们其实一直的在做准备，要再下一城？因为这些数字都让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说，俄罗斯恐怕会更强大，而且对西方会更愤怒。最后也许是人家10，我们只有1个人被 KO 掉，那这可不可以呢？所以呢，在北约这边，盟国他们开始在讨论，主要要检讨的就先检讨，你美国那个星链怎么会被人家给拿去了？主要呢就是一开始在打的时候，我们都说乌克兰用了星链系统，所以呢势如破竹。现在传出俄罗斯也用星链，他们后来证实啦，说确实好像是有透过其他的关系，包括了黑市等等，买到了相关设备。他们目前呢也在思考如何设法阻止它，而其实不是只有星链而已啊，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包括了讲到了太空竞赛这一段，中方这边呢有北斗卫星，现在这个北斗卫星说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 GPS 的主导地位，因为目前在卫星上面呢，它的数量其实已经监控站比所谓的 GPS 多了有10倍之多，卫星呢则是多了大概有1倍，而且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中方的北斗有在这边发射卫星，然后呢，美国的 GPS 在这边反而没有发射卫星，所以这一位俄国斯的航天集团总经理就直接讲了，就他认为啦，精确度来说，北斗已经超越 GPS 了。而至于 NASA 的科学家呢，现在
也很实际啦，因为人家就是有带月球这边的样品回来嘛。因为呢，嫦娥5号月球样品其实拿回来了有几公斤，那他们现在说呢，这可以让大家一起来申请做研究、做科研。NASA 的科学家也希望能够研究，所以他们也去申请了。月底的时候就要接受中方评审。可是不对啊，过往你们不是说美中之间在这边不能合作吗？还必须要有所取舍吗？那如果真的中方要让你们来做研究的话，那你们又要怎么样自圆其说了呢？太空竞赛关键10年，一直以来我们听到不管是 NASA 或者是五角大厦，他们很担心的都是决定性的10年会不会真的被大陆所超越，让对方变成了新一代的太空霸主。甚至先前我们也听到 NASA 他们是这样讲的，不能让他先去，因为他去了那个月球就会变成中国的月球。回过头我们就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各方呢其实都在比，但是在战争的场上，这个就是真的比肌肉、比拳头了。俄罗斯现在狂轰乌克兰鸡舍。俄罗斯自从他的歌剧院就是音乐厅那么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之后那他把箭头指向乌克兰，他自己也逮捕了好几个人，土耳其也逮捕了40几个人，因为有一些人是从土耳其进入俄罗斯，那他们本来要往乌克兰逃，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把逃往这个接应的在乌克兰的那些人交出来，乌克兰没有交，没有交的情形下的时候，俄罗斯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就是你乌克兰的情报机构或者是国家安全或者是纳粹主义的这些人所策划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他采用的这种报复性的手段，他就似乎我用似乎有正当性了。而他这个报复性的手段其实是要削弱整个乌克兰的总体国力，所以他是完全猫的对准这些基础设施打。例如说你的整个电力没了，或者是你的油库被重大的伤害，那你的经济的生产，你的国防工业的生产，那就受到很严重的创伤。然后前一段时间绍伊古又特别带着记者去看他们这种巨大的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很可怕，因为它可以把整个发电站甚至一些水坝都炸掉的这种炸弹，这个威力是很强大的。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展示的意思。换言之，也就是说，目前整个战局，尤其是夏季来临，土地干了以后，这些更适合坦克装甲的运动的情形下，目前观察就是乌克兰的防线快要被破了，所以泽连斯基是非常的焦虑，很紧张。其实已经有点歇斯底里，有点凄厉的喊说救我们救我们只是他不能够讲这2个字，他只是说我们真的快守不住了，那我们可能会输，而且会输得很惨。那你们欧洲你们也安全将不保，那乌克兰败了你们也就没了，这样的一种连结性。可是很遗憾的地方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还是很安静，因为他们卡在国会里面。那现在拜登政府连吭都不吭一声了，那他的焦点又回到了以色列跟这个中东跟伊朗的身上了。那很明显的，泽连斯基又被冷落了。欧洲看了美国的冷落，欧洲也冷落了这个泽连斯基，所以只剩下北约的那些没办法起作用的小国，像立陶宛等这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种小国，他们那个道义性的教育较深，但是他们改变不了整个战略的决定权。所以现在总算这个北约欧洲的司令，他美国的司令愿意说真话了。之前从俄乌冲突开始，那他们就开始推动认知作战。这个推动认知作战的时候，就勾结了欧美的西方的媒体，那么一直在释放假新闻。释放假新闻，他们完全是配合整套的认知作战在演，那就是一直把俄国说的多烂多烂多烂，打得多差多差多差。结果2年过以后，大家看到的是完全相反，很多人被骗，绝大部分人被骗，包括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都被骗。所以西方的那些年轻人都不再相信他们的媒体，其实那些媒体自己伤害自己。那现在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如此的残酷。乌克兰如果再没有得到援助，绝对会垮。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请专家点评。
好，我们讲说俄乌战打到现在，可能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因为现在的普丁跟过去的普丁好像又不太一样了。请教杨老师。我觉得现在终于北约的最高司令讲了大实话，大白话。俄乌战争2年了，俄国的空军的战损只有10%，这个其实是让整个乌克兰、北约都相当挫折的讯息，这个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那同时呢，你看到它还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不断的在前进，然后呢，也针对乌克兰的基础建设、能源设施在做无人机的这个攻击。那新的15万的就是这个征兵也开始在推动。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在俄乌实际上的战场，其实大家都知道，马斯克讲得很清楚，只有笨蛋才不了解，这是他讲的。那同时，美国这边要给600亿，这个600亿我们已经不知道讲了600年了，不可能的，因为川普这边就讲了嘛，如果他当选，他可以在短期间之内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又何必这个时候要去答应花600亿呢？600亿如果发在其他的层面，他可以用的怎么样的作为？而且真的给下去的话，那不等于是顺着拜登的意，事实上会造成川普的选举的影响。所以这600亿也没了，大家也慢慢都知道美国所画的这个大饼。你现在回去想2年多前，其实俄罗斯还公开的写信给美国、给北约，要求你就答应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他就不会打。我记得那一幕，拖了大概3个礼拜，美国跟北约问这个书面的回复，我们无法答应。你不就是邀请攻击吗？在今天的这个整个欧洲，你如果对整个欧洲的这个战争了解的话，所以你在怪谁呢？美国画了一个大饼，告诉大家说，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垮掉，结果他现在经济的发展比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好，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要再怪中国大陆，你为什么不去怪这个印度呢？全世界只有44个国家跟地区持续的在制裁俄罗斯，它也没有什么效用。所以我觉得要看清楚俄乌战争的情势，特别在台海这个区域，我们不要自己引火上身。是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董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战争已经变得跟过去不一样。那你可以参考的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最厉害就是导弹，还有无人机，很多东西。那他们其实很多被掌控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卫星系统。卫星系统它可以锁定某一些东西下去打。所以我们在讲北斗那它当然现在是很厉害，只是因为你在台湾媒体看不到真相。那你在台湾媒体看到说很多人开车开到水田到山上开的发现没有路那都是美国的GPS， 因为它是最老，它大概是1978年用到现在到现在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一甲子了。那旧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及时的更新的话，很多东西就会落伍了。那美国大家刚刚看它现在太空很多东西它仰仗中国大陆。甚至2、3个礼拜前，他的太空人要下来的话，还要去拜托俄国人帮他载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经费了。美国过去很先进，没有错，可是现在很多东西它就很落伍、很老旧。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叶英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马习2会，现在在台湾呢有很多的讨论，对岸讨论也很多，特别是你来看看头版人民日报说头版高规格报道马习2会，那在里面呢，大家就讲说完整的引述报道，当然就看得出他们对这起事件的重视程度。好，不过与此同时，彭博也给了你一个报道，他告诉你说，其实两岸一家亲没有啦，因为台湾对美出口21年来是第一次
次超车中国。过往我们都会说，主要的外汇这个交易等等都是对向对岸。好，可是现在呢说3月份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是65.7%，91亿美元，历年来单月新高，这远远的超过了中方79亿美元。大家开始说，哇，那这样看起来的话，所谓的民主盟友之间要有默契的跟对岸保持一点点美好的距离，好像开始喽。可是不对啊，叶伦刚走之前，他不是还在那边讲说美中经济没有要脱钩吗？大家开始在问了，日本好像现在对美也开始有一些数字上面的变化，韩国对美国出口也开始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怎么就美国他们自己反对美中经济脱钩这么一件事情呢？而说到了这次的马习会，其实习近平他有特别提到说呢，两岸之间他乐见大陆民众来到台湾，感觉就是球丢给了陆委会，陆委会就直接回应啦。那你要来才是有来有往。换句话说啦，如果说呢你们不先来，那我就不会先释放。可是这一句话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有很多的观光业他们是期盼已久，所以话一讲完，话音一落，马上就看到了观光股应声高飞。那王国材呢，大家也是问他嘛，因为观光这边归交通部管，王国材的讲法是应该要彻底开放啊，可是还是要视对岸的回应而定。那旅游业就跟你讲啊，其实是怎么样，就是人家球已经丢回到你这边了嘛，那你要有层级够高的人出来接啊，表示我们欢迎他来，好，或者是我们解除禁团令，那才会对这个信号你是认真的回应，对我们才是好事嘛。那观光业、旅游业这样的期待，真的能够得到回应吗？520之前太多事情必须要做了，有几件事情现在他们也说赶紧吧，谈一谈吧。金门，我们今天有金门代表董哥，金门这边大家就讲了，那个调客士官现在还在大陆，那即将就要满1个月了，是不是赶紧让他回来了？陆委会的喊话是说，这是很单纯的事件，他真的是去钓鱼的，是不是不要再拖了？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所谓的陆船事件。好，先前不在金门这边谈一谈吗？结果呢，有的人都回去了，因为他觉得你没诚意嘛。现在说520前有可能会复谈，那这个复谈你能不能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这当然双方的沟通管道就很重要了。很多事情该谈该理解，其实呢，大家就说了，在两岸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台湾要能够独立的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把它放在美中台框架里面，那其实问题会复杂很多。毕竟美中正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解决。你看，美国的航空业者呢，现在要敦促拜登暂停批准增加中美航班，因为近几个月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飞航的这个航班已经从每天30几变到了50，那慢慢的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到疫情水准。结果现在美国航空业说不可以，不能再让他们增加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美国的航班不能飞过俄罗斯上空啊，中国可以，他们就觉得这不公平啊，所以我们不能再这样子让它不公平下去，不要增加。然后科技的部分呢，他们发现了有4家中国企业偷偷的向解放军提供 AI 晶片，所以呢，美国制裁它。那当然人家就会回应你啦，中方这边就制裁你对中军售的2家美国企业，冻结财产，不准入境，两边是你来我往。那台湾呢？台湾应该要聪明一点嘛。回过头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啦，我们现在520之前很多事情要做，马英九去过之后，其实有些信号能不能接住？来请教董哥，因为人家是头版高规格报道。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他没有用接见呢。这人民日报代表的是中国大陆官方的立场，他对马英九非常重视，而且非常重视感情，这是非常看到的一个现状啊。但他跟马英九讲的话，其实是要讲给赖清德听的。你要上任了，那过去你们没有听过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亲自讲的话，那台湾其实都是假新闻啊。台湾从开始就一直讲，马习会是8号，然后后来其实人家从开始就是10号。他只是双方都没有发布，然后说什么是在台湾厅会面啊，怎么样啊，有矮化了，那些都是假的，因为从开始谈就谈好了，就是在哪里就会见了，那东大厅见的都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领袖跟元首，就一直是这样，所以它其实规格是很平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现在的两岸关系，其实就是赖清德上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机会了。
因为蔡英文已经很清楚了。各位朋友，你看舒淇最近写了一本书啊，他就讲那时候李登辉时代，阿扁要上任的时候，蔡英文接陆委会主委，然后来见他，那蔡英文是要接陆委会主委，舒淇是要卸任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很明白的跟舒淇讲，因为蔡英文过去是两国论的他们几个人周刀嘛包括许宗力这些人，他就很明白跟舒淇讲，我们执政以后，我们就是要开始搞两国论，但是以后我们只做不收，收了会引起世界轩然大波，所以蔡英文当总统就开始在做了。那做这一波，其实你可以看到对台湾来讲，它其实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可是对赖清德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机会。对习近平也认为说，如果你们换的是赖清德的话，也应该是一个机会。那这机会其实它有很多面向，譬如讲，我们现在在对岸有2个军人是在对方手上，是一个游泳过去体力不济被救起来了，一个钓鱼时候不小心就飘过去也被救起来了。这2个都是现役军人。那我们其实现在两岸本来有该有的善意，其实在金门跟厦门那时候有2个移民就是因为跟我们等于说业界捕鱼后来死了嘛。那你今天看到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善意，我们一直用很仇恨的心，没有用人道的方式，然后在这边处理事情。那现在连尸体都不还人家，说尸体在我手上，你来谈啊，不来谈我尸体就不还你啊。全世界最残忍的其实就是蔡政府，然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谴责说，台湾怎么那么野蛮，那么没有人道，不讲人权，没有。为什么？因为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认为说我们有美国可以做靠山啊，可是这是合理吗？对不对？那你现在有2个军人在人家手上，你有2个尸体在自己手上，你觉得你的尸体是最好的筹码吗？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个政府很让人瞧不起，就是你的手法就是这样。那这个当然你可以把它归罪到蔡英文政府时代，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就是有一个机会。这机会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的现象呢？各位可以看到，马英九去的时候邱泰山是认为说两岸有交流还是不错的，可是隔几天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他们出来讲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讲马英九这个违背台湾主流什么什么，台湾哪有什么主流？台湾的主流就是60%的人不投给赖清德，这就是主流啊，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虽然可以执政，可是他不代表台湾的主流，他是谁啊？他只是运气好啊。他在国会他也不够半数啊，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立法院表决他们也都输了，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那我觉得说民进党如果看不清楚事实，觉得可以跟蔡英文过去8年为所欲为，过去8年为所欲为是蔡英文选票够半，立法院的席次也够半，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包山包海，每天弄一些国安无法修正每天可以对很多人用非常不民主而且很集权的方式来处理随便罗织一个罪名就可以要你好看，就这样。那我觉得说今天赖清德自己要看清楚现在的局势不一样，你跟蔡英文那时候的优势没有了。蔡英文是违反民主、违反人权、为所欲为，对不对？民进党执政就是只有在捞钱而已，哪有什么好听的？他只是因为美国一直替他掩护，他觉得自己很行嘛。但是你用常识都知道，那些根本都是违反人权、违反民主，都非常清楚，大家将心比心。那我觉得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机会了。520就是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最重要的就是从两岸开始。如果两岸能够有好的譬如说像这次马英九跟习近平会面，你看看，连美国都出来觉得说交流是好的，没有人会认为交流不好嘛。我们也没有矮化，然后很多信息也传达出来。你看，习近平只是讲了一下，到祖国台湾去看一看，观光股马上飙涨。就一句话而已，所以有些情况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民心希望怎么样。去年观光业者很气，他们开了600多州，请侯友宜到，说我们就是挺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开放当选才可能开放，民进党不要。他们那时候是放弃赖清德，但是赖清德虽然选赢了，你要想想看，这些观光业者，他们除了疫情，除了你僵化的两岸，然后没有很对等，没有
用很仇视的方式，你让他们现在进入了困境啊。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要珍惜这一次的520的机会。是，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看？马英九这次到大陆的访问确实是成功的啊，是因为美国的国务院在第一时间也已经通过他的御用的媒体，叫做美国之音，已经表达他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乐见两岸之间有交流有对话。所以民进党当局的各个不同的人士对于马英九的批判或批评，都应该要立刻的反省，而且要向马英九以及要向美国道歉。为什么我会特别说要向美国道歉，或者是要向赖清德道歉？为什么呢？因为赖清德他的理论是美国人讲话都不可以怀疑，就是如果你是怀疑的话，你就是有问题的人。所以美国人的讲话都不能怀疑的情形下，现在美国的国务院已经讲话了，就是乐见马英九跟大陆之间有这么一个对话。那所以批评的人他都违反了赖清德的指示，那应该要向赖清德道歉，也应该要向马英九道歉。我想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你怎么可以违反赖清德的指示呢？尤其是你是民进党的，我们可以啊，因为刚刚志忠兄讲了，我们60%人票没有给他，所以我们不见得要理你这个赖清德讲什么。可是你们把票给赖清德的，尤其是你们民进党那些拼命想当官的人，你就应该向赖清德道歉，因为他说不可以怀疑美国，美国国务院已经讲话了，你怎么可以怀疑他呢？这个是一个浅而易懂的道理。彭博社的这个讯号其实是一个警讯的。韩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已经从顺差转变成为逆差，而且有200多亿，而且这个逆差似乎一直在扩大中。那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韩国的政府完全顺从美国，所以三星等这些半导体的设备或者是它的半导体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那因此韩国向中国大陆的输出减少了，而中国大陆向韩国的输出没有减少。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韩国出现了贸易逆差的情况。台湾其实我们的半导体也很多是不能卖到大陆去了。那半导体的含金量是这么的高，价格这么的高，那因此你减少，而你转到美国去，你转到美国去有没有可能转到美国，再从美国那个地方转进中国大陆，我们就不晓得了。或者从第三地再转到第三地，再从第三地转到大陆去，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你一旦你卖到美国去的时候，那你迟早开始会出现你对美的贸易的顺差会扩大，而你跟大陆的贸易如果从顺差慢慢转变成为逆差，那台湾对于大陆的外汇存底就在减少。可是如果你扩大对美国的贸易的顺差的时候，你就要当心了，美国的301就来了。美国怎么可能容忍你赚他的钱？你只要继续赚他的钱，他301就来修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大陆市场没有了，你美国你也开始要有压力了，被迫你把厂被迫搬到其他地方去，台湾就这样被掏空了。我觉得自己这些业者或者是台湾的经济当局自己要想清楚。好，那习近平已经释放出很明确的善意，欢迎这个大陆的朋友大陆的民众到台湾来，也欢迎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那这个就是要促进两岸的交流跟观光事业。当然我们的观光事业还有旅游业服务业当然就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不到1天的行情，尾盘又杀下来。为什么？因为一看到民进党的反应，大家心又冷了。人家做球给你了还不接，然后还在那边，除非他们是打算什么呢？除非他们打算是把这个丢给这个赖清德就说哎呀，赖清德你释放出善意，好处你来拿。我不晓得了，那问民进党，你至少又伤了台湾观光业者的心。是，请教一下杨老师。我们现在看这个马习二会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背景，第一个赖清德当选还没有就任，然后呢，在2月14号发生金门撞船事件，到现在真相未明。3月30号，我们差一点要对对岸、对厦门实施面海面厦门的炮击，后来自己摸摸鼻子停下来了，因为美国 AIT 的主席来要求停下来。可是呢，在美中之间，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他们之间的高层的互动维持的是一种沟通的，然后呢，希望维持一个就是有
这个互动层面的。可是美国呢，在整个第一岛链布局美日菲、美日澳以及呢美日韩，下个月也会有峰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然后呢，两岸当然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赖清德马上当选就任之前最关键的冲突点嘛。这个时候，马英九去大陆访问，作为一个平台，延续上一次的马习会，这就是一个和平的平台。然后呢，我们看习近平讲什么话，其实大家都感觉到他讲的是比较软性、比较创造性，不是冲突性，对不对？那他讲了3点第一个，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第二个，他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第三个，外部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我们先讲这个外部干涉就很清楚，针对美国，讲给美国听的。这个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不就是9·2共识的一个新的创造性的说法吗？其实是很有空间的。那最重要的是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我觉得就是昨天美日岛这个日报公布的这个民调，我们台湾人对这个认同也是相当高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泛蓝在国民党这边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遇，因为接下来赖清德当选，美国的这个军事跟议员，还有再加上接下来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之后，不管谁上来，台海面临3重冲突。因为赖清德当选之后，他马上要去面对他的就是下一次的县市长选举以及他的连任，你觉得他会去制造两岸和平的氛围吗？所以两岸和平的氛围要靠我们自己。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在这里，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一个什么？对方释出的一个就是诉求，中华民族，台湾这边也有高度的认同。我要再加一点，中华民国，作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中华民国的一个成员，在台湾这边，我觉得两岸之间会有很多的这个交集。什么交集？和平的交集。因此，当习近平讲出两岸能够交流、交往、交融，那当然你就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的观光的这些就受到激励。可是呢，他是希望我们台湾人多去看，尤其是年轻人。至于陆委会这边、交通部这边，不要在那边，因为他没有讲交通部或者是台湾的股市怎么样。我觉得台湾这边自己要放高这个心态。也就是说呢，你自己对于大陆的团员来，就是台湾以及台湾的组团赴中国大陆，尤其台湾组团赴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这个是台湾人的权利，对不对？我组团去看长城、去看黄山，什么不对？结果你政府不让我去，现在反而习近平讲出这个东西，股票上涨，台湾的政府反而是在压迫台湾人民的权利。其实呢，现在在整个国际局势上面，确实你会看到那个阵营慢慢的在成型了。